全球华语摩课室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科技大学阮胜章教授，欢迎大家来参与这门物联网核心系统分析的课程。很快的，课程已经进入到尾声，在这一周的课程主题是效能分析。本周课程我们会将第4周与第5周的课程内做结合，我们将利用第4周的效能分析软体 Streamline， 针对我们第5周的2个实作案例做量测，借着 Streamline 上获得的性能数据，让我们能进一步的调整各项参数的设定。另外，我们在业师访谈的部分邀请了 安谋科技的曾副总，针对物联网兴起的看法，还有 ARM 针对这波趋势而开发的产品与特性，以及台湾厂商在开发物联网应用领域所具备的优势等问题，都会在这一周的课程分享给各位同学。相信各位同学对本周的课程都很期待，那么就赶快让助教带着大家进入本周的效能分析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将第4周的效能量测与第5周的实作案例做整合。我们要将在使用家庭监视系统跑 Motion 时，利用 Streamline 来量测功耗，根据量测到的数值来优化我们的系统。为了简化我们的问题，我们在 Motion 运作时，只针对 CPU Cortex A53 的使用程度做分析。首先，我们在 Streamline 上去除系统运作时对 CPU 的需求，所以我们可以点上面的齿轮，里面可以将 System 的部分做删除，只保留 User 使用时的数值。在第一种情况，我们将 Motion 的影像参数长宽设定为640×360 pixel， 且 Frame Rate 设为2。我们从下面的 test 看到，在 Motion 开启时 ，CPU 使用率才有上升，接着进入类似待机的状况。因为摄影镜头要在抓到变动画面时 ，CPU 使用率才有零星的上升。因为我们将 Frame Rate 设定为2，意味着0.5秒才会截取一次影像。我们可以看 Streamline Bar 中 18.2 秒以及 18.7 秒各有一次使用频率的高峰，表示在这时候 Motion 将变动画面框出来做储存。这点在 CPU Cortex A53 的 bus 的使用率也可以看得出来。接着在第2种情况，我们将 Motion 的影像参数长宽设定为1280×720 pixel。且 Frame Rate 设定为30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几乎在侦测到变动画面时，使用率几乎一直处于高峰，因为 Frame Rate 设定为30的关系。我们也能从 Task 从第1种状况与第2种状况明显看出，在第2种状况下，整体使用率明显高于第1种。我们前面说过，能从 Motion 中调整杂讯门槛以及变动像素门槛参数。我们这里也算是提供另外一种调整的依据。今天的课程整合了前2周大家学到的东西，那么今天的课程到这里结束。有问题的同学欢迎到讨论区提问，我们下一节课再见。